王爷，您不是一直喜欢喝雀舌吗？怎么换龙井了？杭州官员送的明前茶，尝尝。好茶，好茶呀！王爷，您今夜叫我前来是为了……知不知道保和客栈在什么地方？你就要去保和客栈赴30年之约了，能不知道？哼，你跟我告假，也不找一个好的借口，祭祖。我用人一向是谨慎细微。你父亲忌日是8月，你母亲是1月，你祖上一辈是腊月祭典，什么时候又出了个5月的日子呢？不错，茶里确实有毒。你看，今天下午你找我告假的时候，我为你写了一幅字：然其死者若愚，其求者若活，而其折去者若背叛，非忠也。什么意思？还用我跟你解释吗？痛心呐！当年我欣赏你，把你一个汉人提拔到内务府侍卫的位子。后来你追查净坛秘藏告败，又是我给了你机会收留了你，还一直替你隐藏身份。这么些年，我待你不薄啊，没想到最终你还是背叛了我。这次我动用卓不凡寻找净坛秘藏，起初觉得你确实可靠，还提供了不少线索。可是后来就察觉不对劲，其实你一直都有所隐瞒，到了关键时刻，并没有真正出手帮助卓不凡。果然，你是在利用我，因为30年之约，戒律院首座不可能出现，你需要我安排人道出宫中的封印。我很不想问你为什么，可是我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你究竟是为谁办事，又为谁效力。难道还有人比我给你的条件更高吗？志不强者志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江恨，你真是对不起我呀！人无忠心，不可立于世。我是对不住王爷，但我不能无忠心，不可负人。负谁？拿下！
你送秋雁，是可以。这个啧啧呀，是你。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快跟我进屋！来不及了，我被下了毒，毒与攻心，快撑不住了。我叫江恨，是替齐亲王做事的。我替齐亲王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周不凡找到净坛秘藏。可是你帮过我，也帮过王地宝。是。我要告诉你3件事，你务必要记住。你说，我会记住。其一，我和今天的你一样，是40多年前出宫巡查净坛秘藏的大内侍卫。也就是我在山西抓到了苏云志，后来被程昱击败。但程昱没有杀我，我们俩后来反而成了好兄弟。这些年，他将净坛秘藏的许多秘密都告诉了我，所以我要替程昱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在今年辛亥年，要让4份封印再度聚齐，完成30年之约。其二，净坛秘藏是由罗汉堂首座，率领18罗汉，世代传承镇守。若想开启，必须集合戒律院、达摩院、般若堂，还有菩提院4位首座的封印，才能知道地点。自康熙40年起，每30年，4位首座都要相聚一次，以确保封印的安全。而就在上一个30年之约时，戒律院、达摩院皆无传人出席。程昱，也就是菩提院首座，查证多年，才得知，是因为戒律院的传人投靠了朝廷，并带着内务府的人追杀达摩院首座，令其下落不明。如今辛亥年又一个30年之约，要是再无法聚齐封印，宝藏恐怕就等不到下一个30年，恐怕就永远成为传说。所以我一直在暗中推动，希望能凑齐封印。你、王地宝，甚至卓不凡，均背负线索，所以我才会暗中帮助你们，以求秘藏得以重见天日。现如今，你已经知道了保和客栈，但是你不知道，所谓的保和客栈只是一个暗语。其实，他说的是
福建南少林原址附近的一家客栈，叫啧啧居。宝和客栈，啧啧居，30年之约，我全记住。第3件事是什么？你的师父，南少林菩提院首座第3代传人，程昱是个伟大的人，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惜奋斗一生。他将净坛秘藏的线索留下，期望就是希望把他可以交到那个真正可以改变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宣统，不信爱新觉罗，那个人是革命。南三刀，如果你找到了净坛秘藏，把它交给了朝廷，我将死不瞑目，程昱也会死不瞑目。南少林一代代传承秘藏的首座都会死不瞑目。满三刀，不要负我们。陆天兄，我们是兄弟。刚刚的话我一句都没听到。你听到了也没事。没事，我绝对一个字都不会对外人说的。穆青兄，你肯定不会是搞革命的吧？王爷料事如神，这个江恨果然知道保和客栈在哪儿。想来想去，真没想到他会告诉门三刀。我认为他也是逼不得已，因为他和门三刀根本就不怎么认识。按你所述，江恨和门三刀的师傅相熟，可门三刀对师傅并不十分了解。是，不过告诉门三刀，好过告诉别人。这门三刀本来就是我要杀之夺其封印的人，就算江恨不说，我相信靠他自己也能找到保和客栈的位置。我只是搞不明白，如果江恨什么都知道，那他为什么不让王地宝直接去找他师傅？开始啊，我也没想明白，可后来想到江恨此人蛰伏了大半辈子，等30年之约，他一定演算了很久。先是利用我拿到了文渊阁戒律封印，然后你再去拿菩提封印。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达摩封印就在天津卫，可是那人是疯子，疯子是无法赴约的。他的徒弟又是杠头，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卷入其中。既然王爷说他演算了很久，那内务府的介入也在他的计算之中。内务府最关键的人不就是门三刀吗？门渊阁失窃，门三刀出狱，
他真是策无一算呐！若不是此人一直在暗中点拨，他门三刀和王地保根本走不到这一步。不过事到如今，这些路都铺给了王爷您呐。不，路是给你铺的。你是不是准备去赴约呀？距离5月初6还有些日子，我先去趟江南，去会会那个戒律院传人的后代。30年之约，如此说来，很有可能持有封印的人都会出现啊。我们的判断不错。你去福建上任，这步棋走对了。那是父亲您高瞻远瞩，慧眼如炬。你身在福建，有充分理由便于接近。山高皇帝远嘛，你做什么事不必太顾忌。明白，我自会把握的。卓不凡过于桀骜，此人不可尽信。他的大师哥于焕杰虽然不堪大任，可他提供消息这方面还是可以利用的。我让他找你，之后可以通过他随时掌握卓不凡的动向。那于焕杰他要什么？我许了钱和前途，这人呐，只要钱，就会简单一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切记，一定要盯住这个门三刀。那是必然的，父亲您尽可放心。还是在福建？是啊，免不了再跑一趟了。要不要一起上路？卓不凡想必也会去吧？必不会缺席。想想也真是挺可笑的，我有菩提，你有达摩，卓不凡有戒律封印，我们3个假的，去等一个从来没找到过也没出现过的般若传人。你说那人他会去吗？你当我是算命的呀？地保，咱们俩也合作几天了，要不你把你身上的封印拿出来给我看看？你的先给我看看呗，我就看一眼。我没带在身上，我也没带身上。我有宅子，有内务府，我把封印放在哪儿都是安全稳妥、合情合理的。你在京城有什么？有驻地吗？你不放身上，你还能放哪儿？安全起见，咱们等凑齐了封印再说。你给我看一眼，有什么不安全的？王地保，先不说咱们俩是合作的关系，单单我是大内侍卫，全权负责追查禁坛密造，你就应该配合我。大人说的没错。公函。又跟我来这套是吧？真不巧，我今儿还真带着。你给我看仔细了。这个的确是刑部和内务府的公函，上面写的也是让各地衙门必须听命于大人。行了吧？封印拿出来吧。不行啊，大人，你忘了我是北洋43协的，不仅得有刑部和内务府的公函，你还得有北洋的命令才行。王地保，王地保，这就是你所谓的开诚布公。得，收好你的密藏，我不看。宁卿大人，莫生气啊！小人于焕杰，拜见将军。我是北洋的人，没有跪拜的规矩，起来吧。谢将军。王爷交代过小人，到了福建，有事向将军您直接禀赋。你们到了福建，就是在我管辖的区域。啊，那太好了。不过这件事你知道就行，先不用告诉卓不凡。
我怕他因为有恃无恐而消极寻宝。明白。玉环姐，你是个聪明人，我应该不用跟你读书了。将军放心，卓不凡能得到的任何消息，我都会尽快的汇报给您。在北洋面前，内衙根本算不了什么。就算放眼整个大清，都没有人能跟北洋抗衡。那是自然。哦，那是自然。将军说的是，没人能抗衡北洋。那以后所有的消息，我都只汇报给将军您一个人。哦，对，你这到了福建，我也来不及向齐王爷复命，不是？所以就只能禀赋您了。果然是聪明人。该你的好处不会少了你的。至于前程，北洋的前程就是大清的前程。是，小人太明白了，谁都没有北洋强，要跟就跟您。卓不凡果然是我爹安排的，钟海潮去福建上任就是为了金坛秘藏。他们之间也没那么简单，我觉得他俩也是各怀鬼胎。我现在有个想法，我觉得我应该跟钟海潮一起去福建。你去？本来他去别处上任，我就该跟着一起的。原本我是不想每天都见到他，可现在有这么重要的事情。有谁能比我能从他那儿获得更多的情报呢？穆青肯定也要去吧？必然。那他应该要带着你一起去吧？肯定啊。那所以啊，你们都去了，我就更不能一个人留在京城了。到了福建，我若有所发现，还能想办法告诉你，要比去告诉穆青还容易一些。你干嘛？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你愿意去做，我向你表示钦佩。跟你比，我算什么呀？我哪有什么危险的？就算去了福建，我也是格格，也是北洋将军夫人。你可比我危险多了。这是什么？芦苇吗？倒是说得过去。一苇渡江。达摩传人用这个做师门标记，倒是合情合理。那这就是没什么信息了。把照片寄回总部，请总部找懂得佛法的人看看，研究研究。是。你这会儿跑出来，王地宝不会怀疑吗？女人嘛，总要买些胭脂水粉的。去拿一些给安静带回去。卓不凡要去江南一带。去找戒律首座传人的后人。你是想要王地宝也跟过去？他有这个本事，他知道了，我们也就知道。是，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卓不凡应该是去查保和客栈了。没错，王地宝没有查到，不过门三刀查到了，会告诉他的。要是门三刀找不到，但卓不凡找到了呢？明白了。这还能用吗？刚刚真的是吓死我了。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我刚刚在买东西的时候碰到荣天岭的人了。荣天岭在哪儿？就在杂货铺旁边。我买完东西出来的时候，就撞到了2个荣天岭的人，差点撞上，吓得我东西都摔碎了。幸好他们没有认出我。人没事就好。你看到他们去哪儿了吗？
我没有，我不敢跟上去。不过我听他们说，他们好像要去江南找什么人。江南？找什么人？我不知道。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好像，买完东西就要回客栈，应该是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不过，具体我就不知道了。我太害怕了，没敢跟上去。你可千万不能跟上去，你记住了，如果再遇到荣天岭一行的人，一定要避开，知道吗？知道了，吓死我了。别怕，人没事就行吧。来，喝口茶。你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刚刚离开客栈，不过我已经问到了他们的去处。是去福建吗？客栈的伙计说他们去了江南一带，我估计柔凡应该找到了新的线索。那你要跟去吗？要去的。虽然我最终还是会在福建遭遇卓不凡，但我还是想拿到更多的线索在手里。毕竟，我没有达摩枫叶，迟早门三刀会知道的。我需要多一些筹码。那我带你一起去。但我们说好了，我追击卓不凡的时候，你必须待在安全的地方等我才行。好，我收拾一下，很快。见明门里深陷卷。你从扬州来的？我10岁就到了扬州，在云集班学艺，后来被卖到了京城，就遇到了将军。都学了什么？弹琴、吹箫、画画、写字、吟诗、读书、打双陆、摸骨牌。那你算是1等的姑娘呀。都要学的。不一样，不一样。这2等的吧，能认上几个字儿；3等的连字儿都不用认，能学学做点心、做女工就行。能唱上2句儿，那就已经算是好的了。唱是都要学的，唱不好的话，还要挨尺子打呢。这粉唱啊，总共有4大家：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船娘。这个我有听姐妹说过，好像说唱得好的话，命都会好一些。那你唱的算不算好啊？反正我命好。不过现在的大清可不比以前呀。以前你这样的哪离得开扬州啊？哎，你家是哪儿的？我家在湘西，家里穷，才把我卖到了扬州。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想不想回家看看？算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还回去做什？再说了，家里这么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啊。不远，我马上要调任去福建了，从福建过去会更近一些。将军，你要走吗？不是我要走，是带你一起走。这次去福建呀，我那人不跟着，这1年半载的，他也不会过来烦我，我也不用再3天2头的去见我那个王爷岳父了。那我给将军做饭。我到哪儿都是将军，都有人伺候，用得着你给我做饭吗？你呀，就把你这小手给我养得白白嫩嫩的才好，可千万别给弄粗糙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呀？明日一早，
一会儿我得先回去，今天晚上得在家里做做样子。那么着急啊？那我赶紧收拾收拾。哎呀，收拾什么？全都置办新的，福建那边会安排的妥妥当当。那我可不可以把我这书带上？这帮乱党写的禁书，你倒是看得挺上瘾啊。带着吧。好啊，太好了，夫人啊，你可真是太好了。只是这八闽之地又穷又苦，吃穿用度都不比京城，怎么能让夫人你去吃这个苦啊？你是觉得我不能吃苦？我觉得我可以啊，我也想去福建看看呢。这穷山恶水有什么可看的？福建是又热又湿，蚊虫多，瘴气大。要是江南富庶之地，你不去，我还得求着你去呢。你是不想让我去？当然不是，我当然希望我们夫妻能不分开。我就是怕你受委屈。我不觉得委屈，可我觉得你就是受委屈了。怎么会委屈？你是去福建任职，又不是打仗，你总不会是住在野外的军帐里吧？泉州府自古就是大港，我听说很是繁华。再繁华也比不上京城。好了，海潮啊，我知道你心疼吴兰山，可是她为人妻，应该陪你去赴任，要不然别人会说王爷的女儿啊就是骄纵。父亲说的是。前日我还说她不要这么任性，要陪你去。今日她自己想通了，你回来前她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我呀，就是怕委屈了哥哥。你怎么在这儿？今天我得把它还给你了。你要去福建啊？嗯，何时动身？明日。如果柳林愿意，继续住在王府也是可以的。你忙，他在王府倒是有人照料。不必了，已经很麻烦格格了。有什么可麻烦的？喏，这个给你。还是荼蘼画像。许久没做了，前阵子有空就又晒了一些。福建产水仙，去了之后若是有暇，就试试凌波仙子好了。我就不问格格何时归来了，我不日也要公干前去泉州。你也要去福建？是。好啊，你要是去，能带着柳林最好，到时他还能找我玩。是啊，那你带我去啊，表哥。好啊，表妹。就要走了，我想跟你表妹说几句话，女人的话。好，我先回避。他要去泉州，他要去泉州。肯定是跟密藏有关。他必然会带我去的。那到了福建，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那万一我要是不能去找你，我就找个人去找你，到时我给个信物。你记住，如果有人拿这个戒指去找你，那就是我安排的人。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知道。穆大人一直守着我，为的就是菩提院封印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知道。我现在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你不用多想。万一我遭遇不测，秘密不能丢失。
你不会有事的。谭仙就是这样把秘密告诉我的。我们是同志，薪火相传，我必须托付给你。你记住菩提封印的秘密，记住了吗？我记住了。这个秘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开，但是既然它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一定是的。你记住就好。我会小心的，你也一定要小心，我们都要安安全全的。我走了，母亲，多保重。格格也多保重。母亲，我经常会想一件事。格格，请讲。我们都珍重。我不想听你叫我哥哥。如果没有当初，你今天还用叫我哥哥吗？假如当年的变法成功了，你已经不用再叫我哥哥了。可是失败了，如今的你，只能还叫我哥哥。所以你还在为这个让你失败的王朝守护着什么呢？你是爱这个王朝吗？可除了伤痛，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我要嫁的人是名将之后，跟我一样留过洋，是北洋最年轻的将领，前途无量。大清日益动荡，文臣的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不重要，武将越来越拥有话语权，尤其北洋。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新军。我是格格，他是军人，这对于今后的政治格局同样十分关键。你可能这一生都走不出这大狱了，我必须忘了你。没有什么是时间不能抹去的，你也一样。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假如有一天你能重获自由，希望那时你已经把我抹去了。
进去。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你要是答得我不满意或者骗我，我就扎进去。你上次在山西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要剁我的手指。你在王府是不是跟格格聊你的革命？没有。你的眼神变，人在说谎的时候眼神是会变的。你试试，被这么按着眼前放根针，你眼珠子不变？我再问一遍，你在王府是不是跟格格聊你的革命理想了？没有。那为什么才短短2日，你们之间变得如此熟悉？我们聊的都是女人的事，女人之间聊天很容易熟起来的。你是不是跟她说禁坛密葬？你是疯了吗？那是你们清廷王爷的女儿，我会跟她说这些？中海潮调任福建，明显是为了禁坛密葬。我故意说了我要去泉州，那个时候你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你一眼。李三刀，你这个白痴！你再说一遍，你这个白痴！没错，你说要去泉州的时候，我俩是看了一眼，那是为什么？你难道不懂吗？我不懂。是因为要是你也去泉州，他高兴，我也替他高兴。高兴？乌兰山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说了，能把这玩意儿拿开了吧？他怎么可能把我跟他的事情告诉你？他觉得我跟你有关系，我早就说了，你一个奇人怎么可能有害人的亲戚？你觉得乌兰山会信你吗？他就算不信，也不可能会去问你。得了吧，你哪里知道女人吃起醋来是什么样子？他就是觉得我跟你有关系，所以来回的试探我。后来他相信了我跟你毫无瓜葛，就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说了。你们俩是初恋，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偷偷喜欢被光绪知道了，光绪想跟你们俩做天姊妹，说错了吗？你是怎么让他相信你的？我说，我是你师父朋友的女儿，我父亲也是维新党人，客死他乡，我无处可去，只好按照我爹死前的信息来投奔你。他听了就哭了，当时就信了。你说你要是按照我编的这个，不就合情合理了吗？他为什么要哭？他哭你呀！要不是变法维新，王爷的女婿就是你，格格的丈夫就是你。你以为她真的想嫁给那个北洋的将军吗？那个人我看了，乌兰山简直看都不想看他一眼。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说要去福建他会开心了吧？他连看你一眼都是开心的。此事不许跟任何外人说起。是不是回你家？是。你真的要去泉州？是。你的师父，南少林菩提院首座第3代传人，程昱是个伟大的人，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惜奋斗一生。他将净坛密藏的线索留下，切望就是把他可以交到那个真正可以改变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宣统，不信爱新觉罗，那个人是革命。当年，你因为变革维新而失去自由，如今又成了这更加腐朽皇权的走狗。你不觉得你违背了这12年的信仰吗？如果没有当初，你今天还用叫我格格吗？你是爱这个王朝吗？可除了伤痛，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日之世事，乃是3000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活。
奴才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您，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我知道皇上想要一个强大的大清，可今日的大清该如何才能够强大？我竭尽全力守卫的皇权，到底是不是在守卫大清的太平？存庆大人一直不遗余力追寻密藏，到底是不是为了国家强盛？当年的维新党人为何如今却成了敌人？梁启超大人曾说，想要一个少年中国，可为什么今天的少年却想把这个天给变了？是他们错了，还是我错了？我的授业恩师，如今却被朝廷视为敌人。他可是在帮维新党人，是在帮皇上您啊！是师尊误入歧途，还是奴才自己一直都在迷途之中？曾是意气风发的带刀侍卫，荣耀无比的御前行走，而今，我为何不再为自己所为而感到骄傲？皇上推行变法时，我从未犹豫，而今我为何却常常想要逃避？是我错了，还是我已在无心啊？皇上，若是12年前我们赢了，变法成功了，那该多好啊！那该多好啊！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皇上。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在下刚才触景生情，深夜叨扰。大人不必客气。雨停了，我也该走。那大人慢走。你是什么人？这是内务府的腰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刻在你的腰牌上？老人家，我是内务府2等侍卫伊尔根觉罗穆卿，正在查案。你过去是不是大内侍卫？腰牌上的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都43年了。哎呀，这个内务府啊，为啥对这个净坛宝藏还不死心呢？你知道净坛秘藏？栾毅，你叫栾毅？栾毅大人是头等侍卫，我不是。我当年就是内务府的一个兰陵侍卫。那这块腰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大人是想知道当年的事情啊？我刚才说了，我正在追查此案。那大人应该看过内务府的记载啊。43年前的事情，内务府一定会有留存的。那还请老人家说说看，说不定和内务府的记载上有所不同呢。大人没看过那份记录？内务府确实有43年前追查净坛秘藏的记录，不过很简单，就是一无所获。确实是一无所获。内务府这么记载是对的，不然不知道还要牵连多少人呢。所以你说我是没有看到过记录。栾毅的腰牌在你这儿，但你说你不是栾毅，想必栾毅已经不在了。一个头等侍卫不在了，这么大的事情，内务府居然没有记录。你一个蓝领侍卫在这守灵，想必是被罚。看来内务府当年不是一无所获，而是一败涂地。如此惨烈又蒙羞的事情，内务府不敢记录在案，对不对？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我不会带你去内衙刑讯逼供的。再说了，你一个蓝领侍卫，都贬到这儿来守灵了，再往下也没什么可贬的了。你是我的前辈，就当是前辈帮帮后辈。你跟我说说，说完以后，我保证没有人会找你的麻烦。如大人所说，我都被贬到这个地步了，还怕啥麻烦呢？那就聊聊。你是43年前追查净坛秘藏那一队里的人吧？43年前，内务府派出宫的不是一队人马，而是2队。哦，一队去了山西，几乎全部折损，所以又派了一队去了福建。我就是这个队里的一员。带队的就是栾毅大人。到了福建以后，栾大人把目标锁定在一个时常出现的香花僧身上。大人知道什么是香花僧吗？香花僧是住家僧人，平日里吃荤、蓄发结婚，只有做法事时穿上袈裟才会像个僧人。对，他分析这个香花僧很有可能就是南少林的传人，于是我们就展开了搜索，的确发现了诸多的疑点。什么疑点？功夫，这些人身上全有功夫，而且个个是高手。栾大人追踪的那名香花僧叫无双宝，他费了很多力气，终于发现了无双宝的踪迹。当年我和另一位侍卫另有公干，等我们接到命令，赶到集合点的时候，却发现栾大人他们一行人音讯皆无了。我们2个兜兜转转的找了3个多月，最后找到了栾大人居住过的客栈，在那儿发现了这块腰牌，可是却未见到任何人。没办法，我们只好回京复命。内务府一下子折损了这么多的1等侍卫，是件大事。
没人敢背这个责任，所以他们没有记录，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再后来，便被降职，调到了这儿来看守皇陵。43年前是同治7年。是。找到腰牌的地方是栾毅住过的客栈。对。那客栈叫什么名字？那就是一个土楼，当地人都管那儿叫土楼客栈。客栈在哪？好像是泉州城西吧。老人家，你还记得你接到命令会合的时间吗？7月尾。那是什么时候找到的令牌？8月初7。找了10多天。对。那栾毅已经走了有8、9天了，这10多天里就没有人动过这个令牌。栾大人他们离开客栈的时候，给的房钱还很富裕，店家自然不敢把房间轻易的租出去，只好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在那儿空着。我问过店家，他说没人见过这个腰牌。既然有人打扫，又怎么会见不到腰牌？看来这腰牌不是栾毅遗落，而是后来有人再放进屋子里的。老人家，这上面的字你当年一定也查过吧？我跟栾大人不熟，回到内务府以后，我曾经找过一位和栾大人有过往的一个文书，我让他比对过，据他说，这不是栾大人的字迹。老人家，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就索性说下去吧。你这藏来掖去，又能带到哪儿去呢？你当年能回来对比字迹，就说明你对此事疑点重重。那么疑点在何处？大人真是慧眼如炬呀！43年前，栾大人是一个让人很害怕的人。他做事凌厉，心硬手狠，没有一点怜悯之心。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不会写下经文中的句子的？我不相信他能放下屠刀，更不相信他能立地成佛。当年跟随栾毅追踪香花僧的侍卫无一返回。无一返回啊！那这块腰牌是谁放回客栈里的呢？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到现在也没有结果。聊了这么久，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老人家的。我就是一个看陵的老头儿，你管我叫老头子就行了。我回头叫人给你拿一些茶叶，再给你带一些酒和腌肉，再给你挑一些上好的腌叶子，给你送回来。哎呦，那可多谢大人了。不日我将前去福建，走你当年走过的路。如果我查到了这腰牌是谁放回客栈的，我回来告诉你。都43年了，还能查清楚吗？都43年了，再不查就真的查不出什么了。是他吗？我出去一下，你在这等我。你记得，千万不能出去，不能出现在窗口。知不知道你看的是禁书？禁书，什么时候禁的？应该是乾隆年间。
大清写禁书怎么罚？抄家处斩凌迟，流放贬谪，也有灭门的。读禁书呢？看心情。你这种，砍了也行，砍了腿也行。要是藏禁书呢？抄家吧。要是想砍也能砍。这本书是你的，就在我住的那间屋子的柜子上。我乃大内侍卫，收缴禁书乃职责所在。你从牢里出来不是刚回家吗？还有时间去收缴禁书啊？以前的吧，自己看的吧。你知不知道，船山先生也是谭嗣同终身崇敬的先师，梁启超也深受其影响。这本书送你。算了，不送了。送了你那么多，你什么都没跟我说过。那是你送的都太便宜了。对了，你昨天晚上跑出去半夜查什么去了？说说嘛，你别忘了，菩提院封印的秘密只有我知道。我现在是很有可能跟你合作的，有什么情况大家互通一下有无。行，我告诉你，昨晚我查到一件事：43年前，同治7年，内务府派出前往福建追查密藏的头等侍卫叫栾毅。然后呢？然后这个栾毅，穆青大人，凌浩瀚，一早上来找过你2次了，你睡太沉没听见。是不是快出发了？兄弟，咱们可是说好的啊！我提供了如此关键的线索，怎么也要跟着一起去找密藏的。而且那天那位，就在这儿，就是他跟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见的那位。他说的那个30年之约，日子可快要到了。我得跟着随时效劳你啊，穆青兄。之前我做过那么多的事情，咱就不说了，对吧？拼好了舍利棍，分析出安慧寺，发现你那个盒子上的字还有啧啧，对吧？这些都不提了，你带着肯定有用，就算没用也有 lucky 呀。我说过不带你的吗？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我其实呢就是来问问，咱们什么时候走啊？是不是得提前出发？我得提前准备准备。还有啊，穆青兄，之前说好的，一直，咱们不变了啊！咱们说好的事情就定了啊！咱们可都是有身份的人，要信守承诺啊！凌浩瀚，你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吧？前门那么大的店面你都租得下，你应该不缺钱。好好的生意不做，为什么非要跟着寻宝呢？穆青兄啊，我哪有钱呢？比一比吴秉坚，比一比胡雪岩，我算个什么呀？差太远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夙愿，那就是暴富。去找密藏，一听就是暴富的路子。那要是找不着呢？找不到，那是我没那个命；但是不找，就是我没理想。你还要带这个鳄鱼小人？鳄鱼小人有点能耐，几次都帮我找到新的线索。所以你乐意收买他？我没给过他1分钱，他想得到好处都得靠自己的本事。再说了，相比于伪君子，我更喜欢真小人。你还没说栾毅是怎么回事呢？你站那么远，是要我喊着跟你说吗？43年前的大内侍卫，那是你的前辈了。他当年是查到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吗？他查案查的，把自己查没了。这位大侠，你要是找什么，请告知我，只要我有，我一定给你。我要你把净坛密藏的事儿说给我听听。我这已经说了上百次了，我也说了上百次。但我要你再给我说一遍。好，我说。我祖父名叫许鹤，偶然间得知了师门的秘密。那年是道光28年。入行13年，你问过为师我们师承何处？之前说的都是假的。
咱们真正的师承是南少林戒律院。我们之所以要隐姓埋名，不露师承，是因为我们守护着一个巨大的秘密。祖父听到了这个秘密，才知道有一笔巨大的宝藏，叫做净坛秘藏。而戒律院首座的手里，拿着记录了位置的藏宝图。祖父起了贪念，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能荣华富贵的好机会。于是，在师父去世后不久，他就下毒，毒杀了继承衣钵的大师兄。祖父拿到藏宝图后，研究了很久，但他根本就看不懂藏宝图的内容，也就没法寻得这笔巨大的财富。琢磨了1年多，为了巴结当地的官老爷，他就将宝图献上给了县太爷。不想没过多久，直隶总督召唤了他，给了他一大笔封赏，还给了祖父一个5品官职。据说内务府曾数度按图索骥，但全无发现。他们便开始猜测这份藏宝图缺少线索，于是内务府的人出面让我祖父做了武馆的老板，想着或许能引来其他南少林的传人，获得更多的线索。同治7年，有一天，武馆里来了一个身受重伤的年轻人。你找我？是。戒律院首座。我是。见过师叔。祖父问过后才得知，此人是达摩首座第4代传人。于是，将其安顿下来后，便立刻向朝廷密报。当夜，3队侍卫在6名大内高手带领下杀到。然而，这一众高手到来前，那个达摩传人对祖父说了一句话：“吾见超世志，必至无上道。”祖父未能回答出来，遭到了怀疑。没事，师叔，喝茶，喝茶。啊！内务府的人刚一赶到，达摩传人即出手重创了祖父，逃逸而去。没多久，祖父就重伤不治了。那你知道30年之约吗？从未听过，过去来的大人们也从没有问过这个呀。那保和客栈呢？闻所未闻。这家人确实没什么功夫，你看，这才晒了多会儿，都已经扛不住了。大侠，行了，幸好这个许家人没说出什么东西来，否则你的命就没了，王家洛。王家洛，他在屋檐顶上待了半天了，也不嫌累啊。范，这次身后是北洋，我们还是不要招惹，尽快赶路。你还不了解他吗？他要是真带着兵，早就端着枪冲出来了。范，我们还要去福建，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大师兄放心吧，我有分散。他是达摩传人，我没拿到达摩封印之前，我是不会杀他的。王家洛，这许家人害你师父疯癫，如果你要报仇的话，这家人留给你了。咱们走。 43年前的人和事了，你怎么查？只要是人和事，都会留下踪迹，不可能凭空销毁。栾毅当年会留下什么重要的事情吗？能算重要的就是密藏的线索。一个头等侍卫在追踪线索时不见了，这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块腰牌是有人放到客栈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为了让内务府后来的侍卫将追踪宝藏的精力转移到栾毅身上，
故意留下这么一句佛迹，故意弄得扑朔迷离，就是为了混淆视听。你都知道这个线索，你还去找栾毅？你们同盟会的人都这么迟钝吗？你才是！43年前，这是故意扰乱你们；43年后，寻找栾毅反而是寻找线索了。无分贫富贵贱，众生皆将平等。这句话会不会是？这不是我师父的字，若是我师父的话，栾毅早已死在他的剑下。又或许没死。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乱猜没有用，查了才知道。赶紧收拾一下吧，准备出发了。我有什么可收拾的？瓜子壳。你现在是不是很恨许家人啊？他祖上害了你师父。恨，我恨他们无情无义出卖同门师兄，害我师父受创成为了疯子。可是，许家纵然可恨，能把秘密呈给朝廷，却是大义，是有所为。我就算是想给师父复仇，但我怎么能与像许家这样与朝廷有功的人为敌？我只能想，若不是他们，师父就不会成为疯子；师父若不是疯子，就不会成为我的师父。若师父果真是与朝廷为敌的，我又怎能为其尽孝？既然师父已经疯了，我就只当他是我师父。于我而言，真正害死师父的是荣天岭，是卓不凡和于焕杰。报仇我也会去找他们。况且，大姑命案他们是最后的2名疑犯了。找到秘藏，那也是你师父想守护的东西。若你找到了，能让荣天岭落空，能报效朝廷，能让卓不凡绝望，这样复仇，才是真正的复仇。对，你说的对。这里就是啧啧居。福建泉州，我们在福建调用资源不太方便。中海朝也调去了福建，他必然也是为了30年之约。那我们要跟他合作吗？只要利益一致，跟谁都可以合作。更何况我们在福建泉州的目标是最简单不过的。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福建？我们不仅要去，而且还要调用可以调用的所有军力。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找线索，这一次，要么达成我们的目的，要么大家都落空。